觉得我是官，官觉得我是匪。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。煽动刀兵者，死！什么人独闯鬼谷盟？可是不怕死吗？怕呀！各位可愿给条活路走？走？往哪儿走啊？鬼谷盟的锁魂台，听说屠常绝肺，鬼烂神交的，想去瞧瞧。原来是要去锁魂台救人，活着闯过咱们三魂七魄阵再说吧。这江湖就没有我燕少破不了的阵。干！兄们，兄们，破！阵破。这是大漠、飞天、强盗、悍匪，这什么情况？饶叔狂，没想到你还能活到今日，不愧是尉迟山庄第一刀客。柔术狂，是我吗？我的名字？可惜了，3天3夜，玉溪山庄没有一个人来救你，要么他们是怕了鬼谷盟，要么那把钥匙比你重要啊！臭丫头，你中了我们盟主的玄冰韩狱长武功尽失，3日不进食，在此暴晒，活不了几个时辰了。你们都谁啊？干嘛要整死我？你个臭丫头，装傻充愣啊？还是脑子坏了？我们是逍遥4仙，就是你死都不应该忘记的人。你们就仨人。老大在此，他就是死于你的刀下。荣叔狂，我们和你不共戴天。我还是个女侠呢，武功高强那种，那怎么被人绑这儿了？不会吧，又来一个要杀我的？啊，不对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一个组合
何不能有2个红色？英雄救美，英雄，你快来救我！你这是救人还是杀人？这是中毒了。盟主，榕树矿的锁魂台被劫走了，是尉迟山庄的人来了。未见山庄的人，看着面生。去，无论如何都要抓住他们。是。谢谢你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粉碎了我对幸福的认知。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这怎么这么大风啊？叶少，这怎么这么大风？快闭嘴，别说话。沙尘暴要来了。啊！哎呀！玉！哎，这世界也不好玩啊！什么？啊！哎，叶少，怎么办啊？拿下！快！别动，傻宝。叶少，你到底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是榕树狂。
现在是不是既没水也没吃的了？啊，前面有绿洲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到啊？难道古人都是远视眼吗？这块玉，我觉得早晚得用得上，得先想办法搞到手再说。又打我剑的主意呢？我看看，看看还不让了？这么看还挺 man 的。什么？就是很男人的意思吧？我是不是男人？用看吗？姐姐你好漂亮呀！谢谢。从哪里来的呀？从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的地方来的。小儿刚满3月，夜夜哭甜，面容赤红，神医可有医治之法？襁褓中的幼儿不该用药。我有些清凉解热毒的草药去吧，你拿回去给娘亲吃，幼儿自然就好了。神医真的是大漠里的救命神仙，这瓶子是最好的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。神医？谢谢。他要是医术这么高明，神医又何必在这风餐露宿的跟着商队做生意？只怕另有来历。哦，是个有故事的姐姐。也对，这江湖上本该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那你呢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啊，我现在脑子冻上了吗？就算有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哎，你说，在这儿，什么生意最好做？嗯，肉碎点更好吃。这是和我？这就叫肉加鱼魔粥。这是什么吃法？尉迟山庄教你的？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买下这里所有的馍了吧？要不然我的法子就要被别人学了去，我的生意还做不做？生意？嗯，看我的肉夹馍，快来吃肉夹馍！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美食，又香又软，有馍有肉，方便好吃。尝一尝。没见过。尝一个。啊。我来拿一个。好，给你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好吃的。大家快来尝一尝这位妹子新制的吃食，天下第一！来，尝一尝。好，拿着。哎，好，来你的，拿着，就是好吃。这个主意你想了多久了？我再来一次。就刚刚。刚刚？我来一个。怎么了？如何？有极寒之气伤及脏腑。玄彬韩狱长，他得罪的是鬼谷盟。不错，是鬼谷盟神罪天打伤了他。玄彬韩狱长非同小可，你如何化解？驱寒的药配桑洛酒，这几日已经好了大半，还请前辈替他解除剩下的寒气。寒气不算严重，我有秘方解除，但他的晕倒与寒气无关。
这是何物？求前辈指点。这丫头与我十分要紧，无论代价如何，我都要救她。寒气入侵血脉，暂时压住原本所中之毒。你想救她，费尽心思解除寒气，你却不知，寒气解除的越快，原本的毒就越快发作。难怪她忽冷忽热，异于常人。只有知道她中了什么毒，才能知道如何化解。世上能解此毒之人不过一二，前辈是其一。唐门用毒最厉害的前辈唐武，实在闻名不如见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家掌门的暗器。前辈放心，是有非敌。我不过是要救这丫头而已，这次也是为了救人，令掌门才送了我这暗器。能与唐门有交情，又知我行踪，筹谋算计如此深沉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若想缓解他体内的毒，你需催动经脉，引火归元，以内力驱动，自肩盂、肩针、手五里、曲池至下廉、阳溪、合谷，去毒之力绵绵不绝。那散出的毒便会进入离他最近的人的体内，伤己而救人。所以这法子被称为引毒之法。引毒如何？此刻已气息平稳，多谢前辈指点，救他一命。救一人，而又伤一人，不知是对是错。我是心甘情愿为他如此。我带你去仙人泉。引毒法子是我独门所创，鲜有人知。可即便这样，你们两个也撑不了太久。你有把握找到何人下毒，下的什么毒吗？即便不知结果，你为他想了这么多法子，不顾自己性命，他知道吗？我只希望他永远都不知道。你们两个也撑不了太久，体内有寒气压制，你只能用这种法子克制毒发。你为他想了这么多法子，不顾自己性命，他知道吗？我只希望他永远都不知道。江湖从不缺情种，得遇良人，即便一死又如何？不过，若死得不明不白，实在是太亏。一物降一物，我不信这天下有什么奇毒没有解药。有我在一日，就为他引毒一日。一物降一物，燕少说的是毒还是人？荣姑娘身上的毒又不是一两日积累的。您是说，一直有人在对他下毒？否则不会如此迟缓的发毒。过来！过去！快点！外面怎么了？走！哎，腿麻了！你们两个，你身上怎么全湿了呀？热！什么人啊？你们带过去！过去！快点！
还有你，快！这是鬼虎盟的来了。对。怎么了？我觉得，如果跟你一起死在这大魔中，好像也挺有意思。如果没有这些骆驼的味道，那就闭嘴！何家兄弟，吃遍天下，并肩踩宽点儿，他日好朝向。当家的，你挂撒火，黄点清。鬼谷盟的兄弟何时跟商队结了梁子？实在是盟主点子着草，兄弟们不得不搜得仔细点啊！商队走货，仙人泉必封杀，没见生茬子。不过，大哥有热病之症，中暑伤气，又饮冷酒，气虚不顾，这腰身怕是不济，不能强求。这是我家灵药，每日1颗，莫要饮酒。很快就会见效。这各路商家都在大漠里来去，自然感谢鬼谷盟兄弟素日照拂，一点心意。行了，今夜就罢了，走。多谢神医救命大恩呐！多谢神医，多谢神医。那个姐姐看似柔弱，却能在这种打打杀杀的地方生存下来，很不简单。她的确不是寻常女子。你认识她？我知道很多秘密。江湖上，有些秘密可救人性命，有些秘密能让人送命。那我的呢？知道我什么秘密？说来听听。你的秘密？我会找到。你吹牛吧，你就。此去关山千万重，风雨多飘摇，你们保重。前辈出手相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姑娘，来这边吃点水果吧。你也知道，若要出手，我便会管到底。你找到所下的毒是什么，找我联系，我便会寻找解药。多谢。他日若有相求，任凭去试。果然，若不是天罡的人，又如何能筹谋得如此周详？多谢前辈。荣姑娘，前辈，江湖险恶，你要格外当心，好自珍重。前辈，保重。走啊！走啊！还不走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无情楼。看着不挺有情的吗？去什么无情楼啊？那个什么无情楼，你去过那儿吗？我是你这种鲁莽之人吗？我做事情都要有计划。盟主，他们已前往无情楼方向。走，我们也去无情楼凑个热闹。这是卖兵器的吗？哎，你这剑就这么挂着？这儿是最有规矩的地方，
虽然里面都是些最没规矩的人。 在下无情楼主金步瑶来迎贵客，还请贵客卸下身上的武器，再入这无情楼。原来是燕少啊！燕少的入楼费已经付过了，燕少请入无情楼。我俩一块儿的。 哦，百金买一命，无情亦有情，啥意思啊？我进去要付100金啊？你也太黑了吧你！不贵不贵，命值千金。哦，感情你这地儿是给江湖人保命的地方。 遵守契约，挂免战牌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姑娘冰雪聪明。这进去不会真的要我付100金吧？姑娘绝顶聪明啊。行，我今天我就在这等死了我。自会有人给你付钱。啊？金步瑶。这位是尉迟山庄的荣叔狂。原来燕少是带他到此来领取赏金的。藿香、柴胡。钱。藿香、柴胡。这俩名字听着就很治愈。 益母草调匀珍珠粉泡澡，可润泽肌肤。桃花粉配乌骨鸡血，可使肌肤好颜色。啊，多来点，多来点。对嘛，这才是江湖梦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此地宜久留啊。姐姐是尉迟山庄的人，这尉迟山庄的东西自然有门不同。知道的不少啊。还知道尉迟山庄什么事儿啊？说来给我听听。 尉迟山庄呀，乃江湖第一大庄，自庄主而下，共分设4堂，分别为海、风、陆、宋4位堂主，其商铺生意遍及各地，富甲一方。你被鬼谷盟掳走后，尉迟山庄为了救你，把酬金放在了咱们无情楼内。刚才带你来的那位大侠，现在应该已经领到酬金了。哎，姐姐身上刺的图案倒是别有风味啊！这寻常女子可很少有这样的刺青。刺青？ 哪儿啊？这啥呀？这是破蛾子？还痛吗？不痛，但是师傅，这刺青所为何意？燕儿，你长大之后便会知晓。你给师傅立个誓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以性命护着方毅，一生一世，护他周全。燕少究竟是被何人所害？怎么会伤成这副样子？以燕少的身手，怎么可能会？给尉迟山庄的信送出了吗？已送到。我需要在此调息几日，恢复内力才能出发。你们不必留在此地，照我吩咐去办事吧。是。我可不走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调息几日就好，何况这是无情楼，
天下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。你们要办的事情也很要紧。你是真的要为了一个女子，如此与鬼谷盟为敌吗？与鬼谷盟为敌，还需要理由吗？每次为他运功引毒，对你的伤害都会增加1分，你的功力也会有损伤。内毒可以全部引出吗？很难，但至少能延缓毒发，撑个3年5载。那就好，不管多少，引出一些毒，也让他多一些活下去的希望。可你也会毒气入侵血脉，伤及性命。2个人总比他1个人扛要好，能撑多久就是多久。为什么？承诺要保护他一世周全。秦老板，去吧。燕少，他在哪？燕少？哦，哎，燕少，你在吗？我知道你救我是为了钱。但是你一路保护我，我还是很感激你的。日后你若是有机会到尉迟山庄，我再好好报答你啊。那山高水长，江湖再见了。燕少，燕少此刻怕是不便出来相见，贵客不必放在心上，日后自会有见面的机会的。咱这楼里好玩的去处许多，要不我带着贵客四处瞧瞧。来，现在我武功全失，燕少拿了赏金后，估计也不会再管我了。我得想个法子自保。对，保镖。我得雇个高手保护我啊！那位，那小白脸儿，他绰号鬼夜哭，是个江洋大盗。除了这无情楼，他脑袋比你值钱。那更不行了。那位，蒋雷霆蒋大侠，术中用刀高手，不过很贵。前年武林大会啊，他师弟败于你刀下。他要面子，自个儿摸了脖子。哎，放下。那位女侠呢？灵湖派秋水双剑玉玲珑，她与你有些渊源的。也有渊源啊！她曾公开放言，示爱尉迟山庄少庄主林少慈，势在必得。只是传闻中，她是赫赫有名的采花大盗。江湖中很多少侠的清白，都毁于这女魔头之手的。哎呀呵，女海王啊！这里是大漠，哪来的海呀？反正三观不行，也不能选。哎，这个不错，一看就厉害，就他了。哎呀，有桩生意，少侠。可有兴趣？你不认识我是谁吗？是谁不重要，但你若是能护送我去一个地方，价钱随你开。
我跪，你雇不起。玉池山庄，听说过吧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在下正是玉池山庄的女侠荣书狂。你若是能护送我到玉池山庄，定有重金酬谢。怎么，有人追杀你吗？鬼谷盟、沈醉天，还有那帮狗腿子，整天追着我不放。少侠，够不够胆接？我倒是听说，你挨了沈醉天的玄冰寒玉掌，这滋味如何呀？通体生寒，夜夜难眠呢，确实不太好受。的确是如此。挨了这玩意儿还伤脑子，有时候竟会做出不是控制的事。难怪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还未请教尊姓大名啊？鬼谷盟，沈醉天。打扰了。哎，荣书狂，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？路都走不稳了吗？真是给玉池山庄丢脸！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！荣姐姐，看到你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吧，上次哥哥吩咐过我们了，要好好保护你。荣书狂以前对你不冷不热，你的这份殷勤，他领情了。我领啊！等我见了少慈哥哥，我让他好好感谢你。唐璎珞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许再叫少慈哥哥。哼，有的人呀，年华不在，人老珠黄，想叫哥哥叫不出口，却还老不死心，真可惜。哎，小丫头片子，你找打是吧你？老太婆，你说谁呢？停！你们俩吵归吵，就别祸害我了。继续啊！小丫头片子，老太婆，你想怎么样？先收拾是吧？哎，燕少，救命啊！救救我，出人命了！哎，我刚刚找金老板帮我找护卫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居然跟沈醉天偶遇了，后来又遇到两个奇怪的女子，我差点被他俩的口水淹死。手使双剑、脾气不好的叫玉玲珑，另一个是唐门13小姐唐璎珞，擅长用毒。都是情敌，你最好小心提防他们。哎，他们说他们是来保护我的，但我感觉没那么简单。名义上是保护你，实则是为了见林少慈，和你并无关系。我已经散消息出去，玉池山庄的人很快会来接你，迟早都是要回去的，何必如此着急？这一路走来，燕少无论是才识、武功、剑技，都颇有所长。我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我求人，他求财，这不是最好解决的问题吗？行啊，脑瓜子还挺聪明。好，那就回玉池山庄。哎，但是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走？我现在就认识你一个人吗？我也没有太多选择啊，而且我又没有武功，我现在没办法行走江湖，我肯定得需要一个人贴身保护我的。哎呀，这外面的人我也看了一圈了，也都不太靠谱，也就是你吧，勉强可以信任。放心，我给钱。离开无情楼很危险，你的命根本保不住。你到底要多少？你看到了，那可是搏命的钱。每月200，不能再多了。算了，你还是自生自灭吧。啊，等等，大侠，你开个价。我改主意了，你这单生意我不做了。不行，那沈醉天现在就在无情楼，你想看他给我撕票是不是？无情楼是个有规矩的地方，他不会动你。
你完全可以等尉迟山庄的人来接你回去。哎，不行，我回尉迟山庄也不是绝对的安全。哎呦，大侠，你看咱俩这个出生入死这么深的交情，我跟你有交情吗？行，无情无义，算你狠。哼。趁夜而来，是敌非友，露个面吧。无情楼内无敌无友，何必照面？你当我这客房是什么地方？不请自入吗？只是裸身相见有失礼数，能否容我穿身衣裳再来相谈？坦诚相见，足见赤诚。江湖儿女不必拘礼。你这肤色白腻，怎会如此娘们儿？闯入男子房间看人沐浴，就算英雄好汉了。沈盟主好身手啊！还是燕少更胜一筹。得沈盟主夸奖，不胜荣幸。这些无谓的客套话，你我还要虚伪的说到天亮吗？沈盟主此番夜探，是想知道救出荣叔狂的人是什么底细？你倒是聪明。我为钱。你说这些，骗不过我。若我说是为了人呢？荣叔狂，倒还算是有几分姿色。英雄所见略同，要想得到一个女人的心，就要先把她置于险境，然后再把她救出来。你若为人，不会带她来无情楼，自然是远走高飞。我反悔了，不行吗？燕少这个名号，不会平白无故的在江湖中出现，只怕你也是借荣叔狂对尉迟山庄有所图谋。图谋尉迟山庄，便是图谋宝藏。既如此，燕少为何不与我联手，攻入尉迟山庄，取得宝藏的钥匙，共分天下珍宝？那岂不是更好？哼！哎呀，我这人性子孤僻，女人与钱财都不愿与人分享。做鬼谷盟的朋友，总比做鬼谷盟的敌人要好。燕少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要我说呀，我就那个，露一手。您看什么呢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我要是被他抓住，狗下回吃的就是我的肉了。对沈醉天来讲，阿烈可不单单是一只狗。重要吗？现在不是我的生死安危比较重要吗？行，我知道，
反正你也不在乎我的生死。求我吧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就答应你这桩生意了。想得美！林公子，这边请。真的是啊，林公子，林公子看，林公子，这位公子气质不凡，难不成这位就是玉池山庄的少庄主林少慈？这位林少庄主，如遇君子，在众门派世家少侠一辈中，算是楷模。众星捧月，倒也不稀奇。听起来你似乎很了解他。玉池山庄闻名江湖多年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唉，那看来我这个身份也不好做呀。你不下去与少庄主相见吗？他都对我拒婚了，我现在要巴巴的下去，那不是显得我很掉价吗？也有道理。哦，对了，少慈哥哥，你看，我现在变成个废物了。堂堂鬼谷盟盟主，趁我与父亲外出办事，设局掳走一个姑娘，这算是什么江湖道义？鬼谷盟素来为所欲为，讲什么道义？诛仙宝藏被你们玉池山庄独占，有没有问过天下的英雄答不答应？那当然不答应啊！以讹传讹，不足为信。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。什么钥匙？并无此事。好，待我攻入玉池山庄，有没有，自然就有答案。走走走走走，走。来，大侠。荣叔狂！大哥，别激动啊，打扰你雅兴了。走。走了？你刚扔的什么东西啊？不重要。你急着拉我避开林少慈，想说什么？哦，我要你跟我一起回玉池山庄。少庄主已经来了，为何还要我陪同啊？得要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脑子不清楚嘛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那江湖第一山庄，我就这么贸然回去，我一无所知，赤手空拳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你觉得会有危险？嗯。为什么？女人的直觉很准的，我都被那个少庄主给拒婚了，我也不知道山庄内谁能信谁不能信。哎，而且那个鬼谷盟马上就要来攻打山庄，那肯定会特别危险的。你想的倒是周全。所以嘛，我现在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，能跟着我，随时保护我啊，帮我。为什么你觉得我信得过？虽然你身上还是有一些摸不透的地方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不会害我。你那个武功看上去也很不错，肯定会是个好保镖。1000金。行。哪月？你当我回去继承财产的我，那你干脆直接入赘，你跟我成亲怎么样？若是求娶山庄二小姐林婉辞，会更直接容易。你还有这想法呢？你作为武林大侠，你不是应该光明磊落、正人君子吗？饮食男女有何不光明磊落？行，我自生自灭了我自生，我走了。500。成交。林少庄主，玉池山庄的胃口不小啊！这传说中的腐仙宝藏，还想独吞了不成？啊！是啊，当年玉池山庄站出来，
劝说江湖人不再追寻宝藏在何处，说方氏一族已无后人在世，没想到却是为了自己得到藏宝钥匙。林老庄主这算盘打的真是不错。什么宝藏、钥匙、捕风捉影，并无此事。各位，你们信吗？当然不信。诸位，玉池山庄一向光明磊落，绝无私藏，谣言万万不可信。少庄主，这无情楼内的人信不信不重要，天下第一山庄早已是众矢之的，要让整个江湖信你才要紧，否则什么？玉池山庄永无宁日。少庄主，无情楼也敢动手啊！少庄主，别忘了，这儿是无情楼，只能斗酒，不可斗气呀。林少庄主，令妹已经在楼上等你很久了。疏狂呢？多日不见，小妹瘦了不少。我有瘦那么多吗？此人非常了解我。燕少相救之恩，玉池山庄永记在心。少庄主客气了。燕少，我与小妹多日不见，有些话想单独聊聊。少庄主，怎么？你我生疏如此，连大哥都不叫了？啊，大哥，燕少是我的随身护卫。可你一向独来独往。我现在不是被沈醉天的玄冰韩狱长打伤了吗？我武功尽失，自然是没什么安全感。回到玉池山庄，我定会为你请最好的名医为你医治，尽早的帮你恢复内力。燕少已经为我医治过了，大哥，我已决定请燕少做我的随身护卫，他会保护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燕少与我们一起返回玉池山庄吧。沈醉天现在就在楼下，寸步不离。少庄主有何打算？玉池山庄的弟子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沈醉天孤掌难鸣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直接冲出去不就行了？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谷盟的人，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。沈盟主要我盯着的人，他们准备离开无情楼。哼，都说无情楼无情，人或许无情，但金子永远都不会骗人。金子永远都是最有情有义的，对吧，金老板？哎呀，沈盟主客气了。若是有人花钱买沈盟主的消息，也一样，都是买卖。
只是睡一觉，姐姐不会伤害你的啊。人是坏人，但狗是好狗啊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哦，吴青楼花钱办事儿真不错。带他先走。荣叔狂是不会躲在林少慈的身后的。荣叔狂，出来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荣姐姐，哼，阿烈，沈翠天，你现在就给我放人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阿烈！放开我的阿烈！璎珞，你们过来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现在就宰了他，炖汤喝。盟主，盟主，咱们大漠的关卡被人偷袭了。是什么人？一男一女，他们带了几个高手，我们实在打不过了。看样子像天罡的人。先去解决天罡的人，再回来对付他们也不迟。是。怎么样？我这招虎口夺猎不错吧？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多鬼点子？哎呀，穷途末路了嘛，急中生智喽。荣叔狂，你最近歪门邪道的功夫倒是学了不少啊。荣姐姐真是厉害，脑子比之前聪明了许多呢。哎，我的人质，我的狗质！一条狗威胁不了沈醉天，让他走吧。鬼谷盟人手众多，他们迟早会追上来的。他们不会再追上来了。为何？坐。鬼谷盟沿途设下那些关卡的地点，我都已标注。这几日召集人手，去把他们解决掉。燕少不是已经把人救下，带到吴青楼，这活儿我们已经干完了。还没完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吧。撤。撤。再往前走一段，就有我们的人来接应了。话说，玉姐姐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她性格真是古怪。她一向来去如风，而且她也不想我对她说那些感激的话，故意先行离去。少策哥哥，你真了解她，我真羡慕玉姐姐。撤。玉池山庄。昨日教你的风海路送4位堂主各自的特点，都记住了吗？他为什么还跟着咱们呀？房门高手，擅长解毒。少庄主留下他，是为了帮你疏解寒毒。我有你就行了，我不用别人了。父亲，庄主，义父，回来就好啊。
大小姐。啊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燕少，我的护卫，随身护卫。林庄主，这一路上，燕少出力不少。切！是不是这几日赶路辛苦，太劳累了？这是寒毒发作。这是护心丹，可以护住心脉，使寒毒不至于侵袭心肺，但仍需要有人运功驱除寒毒才行。我来，我来。还是请燕少帮蓉姐姐疗伤吧。还请少庄主去一旁戒备，以防鬼谷盟的人追来。你不必担心，燕少不会伤害姐姐的。毕竟素不相识，而且我总觉得他好像哪里不太对劲。还有，这玄冰寒玉掌竟然如此厉害，寒毒持久，难以消退。鬼谷盟很少来中原，这掌法我也不太了解，得回去多翻阅医书才行。醒了。蓉姐姐，我刚才这是怎么了？你大概是寒毒发作，晕了过去。是燕少救了你。谢谢你啊。燕少，我并非提防你，只是我对你一无所知，难免有所防备。你提防还是相信，不关我的事。我是榕树狂的护卫，不是你尉迟山庄的手下。既然是江湖中人，请。多谢。刘安，照顾好大小姐。是庄主。怎么不见二小姐啊？或许是不便。不便。舒狂啊，你被沈醉天所伤，你不用担心，好好休养。有唐姑娘还有婉慈在，慢慢调理，总会好的。啊，是，我会去找婉慈姐姐一起查阅医书。蓉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驱除寒毒。这件事情有燕少在就好。燕少出手相救，又带回小女，就是对我尉迟山庄有恩呢。林某感激不尽。不敢，庄主太客气了。哎，你是我尉迟山庄的恩人。少慈，安排下去，重金酬谢，还要好好款待燕少几日。义父，燕少是我的随身护卫，我想让他留在山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人保护你的。是这样，我这次被鬼谷盟掳走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有可能是山庄内有人与鬼谷盟勾连，所以啊，我想有一个陌生的人在身边可能会好一些。燕少啊，舒狂想留你做他的随身护卫，这可实在是屈尊降贵，怠慢你了。承蒙大小姐看重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少慈啊，唐姑娘也累了，你去安顿一下。是。庄主，二小姐又晕倒了。
婉慈啊，父亲，你再不来，就再也见不到婉慈了。我要是再不来啊，你就要躺出毛病了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的病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就是觉得父亲忙的都要将女儿给忘记了。婉慈，父亲要盯着山庄内外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少来2趟，你就跟我闹脾气。父亲就是偏心，父亲就是觉得我不重要，都不许我出去。不是不重要，是你从小身子娇弱，大夫说你不宜到处走动，听话啊，好好在屋里歇着。好了，别闹脾气了。你姐姐回山庄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忘记了吗？我每次咳嗽的厉害，你都会帮我掐住虎口，这样我就好多了。好多了。还是姐姐最疼我。你们姐妹俩已经很久没有如此亲近了。疏狂辛苦多日，你不要缠着他，让他早点回去休息。好吧，走吧，姐姐。父亲和姐姐要常来看我。疏狂，先跟我去趟书房吧。哇塞，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，真有密室啊！那按这个剧情发展，进去之后，高低得告诉我点机密啊！我答应过你娘，不告诉你这桩秘密，可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我将你带回尉迟山庄的时候，你年纪太小，大病一场后，很多事情都记得凌乱不清。我本想啊，早些把以前的事情说给你听，但又担心你会冲动行事。娘啊，女儿回来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义父，我准备好了，你说吧，我不会冲动行事。当年我与你娘苏时雨，还有少慈和婉慈的娘亲荣离，师兄楚墨雄师出同门，后来时雨师妹成亲嫁入了方家，我也带着阿离回到了尉迟山庄，接任庄主之位。可不久，我们收到了时雨师妹送出的消息，说方家遭人追杀，于是我们3人赶去相救。直到那时，我们才知道，方家曾是没落王族，世代守护着抚仙宝藏的钥匙和地图。可这消息不知被谁传了出去，引来不少江湖人疯狂追杀。我们晚到一步，你父亲还是在半路被人所杀。于是我们3人商量，将你们母女和方家的几名护卫安顿在一处隐士山村。我还记得这个村子叫龙月村。龙月村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你5岁的时候，有人竟然找到了你们居住的龙月村。等我收到时雨师妹传出的消息，赶到那里时，村子里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你了。于是我把你带回到尉迟山庄，为了掩饰你的身份，
让你跟随阿离行事，对外称你是阿离堂哥之女。你还记得你是如何被沈醉天打伤掳走的吗？头疼。是啊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，先好好养伤。这件事情等你伤养好了再说。义父说的十分有理，那我去吧。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！古代的我原本姓方，现代的我也姓方，我叫方怡。这古代的我不会也叫方怡吧？这不是妥妥的平行时空的另一个我吗？哇，这豪宅可比我租的东五环外的房子强多了。既然决定留下来，那就装到底，不能穿帮。啊，我的书都没动过。这哪像大小姐的房间啊？这是个男人房间吗？大小姐有问题吗？大小姐寒毒暂未发作，但她的脾气秉性、行事作风似乎有些变化，就连饮食口味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大漠这么多天，皮肤也太干燥，给我拿点护肤品来。哎，要茉莉花香。大小姐从来不用这些东西，连镜子都很少照。哎呀，璎珞非让我用的。大小姐一向称她为唐姑娘，几时叫得如此热络？患难生死了，关系自然近了些。哎呀，这皮肤真是太干了，找机会必须得做个 SPA。大小姐是什么疤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我的钱都去哪儿了？只要吩咐下去，自有安排，不需要大小姐花钱。行。哎，顺便给我带点吃的。哎，那个素一点，我想要杨柳细腰，水果也可以来点。大小姐一向喜欢吃肉，尤其肉干。我大漠肉吃多了，上火。受了重伤，性情有变也是正常。姐姐需要什么，你都和我说。她在鬼谷盟手里也受苦了，也不知这玄边寒玉掌的寒毒何时才能解除，武功几时才能恢复。璎珞说她会尽力的，我叫她与你一起想办法。好，大小姐与带回来的那个护卫燕少，似乎关系非比寻常。大小姐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看后面那个丫头，总感觉怪怪的。我既然答应了要保护你，就尽力做到。不过你也要谨言慎行，多加防备。你是说这里有人会害我？因为宝藏的关系，玉池山庄已经成为众矢之的，庄内庄外都要小心。那你教我点功夫呗。你也会吃饭睡觉上茅房吧？万一你的时候，我有危险，我也得会两下子。我什么呀？你得你不你憋死了是不是？你教我呗。燕少此人深藏不露，又不知底细，始终不能完全放心。万慈，你熟知江湖人的来历和招式，就交给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吧。女儿明白。
下去吧。干什么？下聘，娶你，就这样。娶我？自有大墨侠。你给我签真名啊！少拿燕少那种花名糊弄我啊！别得寸进尺。那不然你老来无影去无踪的嘛，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况且现在可是在我家地盘了，签不签？你家的地盘，不过是个养女，若真活得如鱼得水，又何必留我？你爱签不签吧，我是生是死，听天由命。签。哎，你不太对啊。哪里不对？虽说是我主动雇你的，但是你一直也很配合。你来山庄是不是有所图谋？想要藏宝图钥匙？不是。想学武林秘籍？那可不必。附加条件：为荣叔狂，知命是从。哎，你这不是君子所为啊！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，我是女子。哎，你还给我，给我，你耍赖，给我。我刚才这是怎么了？你大概是寒毒发作，晕了过去。是燕少救了你。我是荣叔狂的护卫，不是你尉迟山庄的手下。你反正你已经签了，赖不掉了。以后我会时刻要求你贴身保护我的安危，最远距离不超过3丈。不超过3丈？夜里也是如此吗？大小姐的房间可没有3丈。这些是我给你的酬劳，也算感谢你在大漠里仗义相助。以后呢，就踏实跟着我吧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哎，跟我走吧，义父说要请你吃饭。燕少将疏狂自鬼谷盟救出，又一路跟随护送，尉迟山庄上下感激不尽。庄主客气了。我与大小姐有约定，她出钱，我担任她的护卫，只是一桩差事。能从鬼谷盟救人，独闯大漠，胆识魄力，武学修为，都不是寻常之辈啊。不知燕少师从何门何派啊？我师父已过世，他是归隐山野之人，不愿再说名号。至于我，很少行走江湖，只是无名之辈。既来尉迟山庄，就是自己人。大敌当前，正是山庄用人之际。林某，欢迎。请。燕少从前可与姐姐是旧相识。并未见过。我姐姐一向孤傲，独来独往，让一个初相识的男子便跟在身边贴身保护，这倒是很稀奇。若是你与人出生入死过，见到他为你做的那些事，
你便会相信，真正为你拼命的人是值得信赖的。燕少说我从前孤傲冷淡，颇有威严，山庄上下都忌惮3分。这山庄第一刀客考验演技啊！这次我也算是死里逃生，很多事情我也想明白了。从前的荣叔狂太过拘谨，克制自己。往后嘛，我倒是想由着性子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义父、大哥，还有婉辞，我能活着回来与你们相见，我非常开心。请你们忘了以前的荣叔狂，我重新开始，往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相处。我敬你们。来，好。叶少，我也要敬你一杯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往后好好跟着我，自是不会亏待你。叶少，我也敬你一杯，为了妹妹。请。姐姐被沈醉天的玄边寒玉掌所伤，失去武功，的确需要人贴身保护。不过你放心，大哥已经安排了璎珞和我一起为你寻找医治你的方子。其实大小姐的寒毒已经疏解很多了。没错，叶少也精通医术，有他为我医治，确实是好多了。可是，只有彻底解除寒毒，姐姐的武功才能恢复。寒毒解除，那不知名的毒就会发作。此事也不可操之过急，只怕是大小姐身子受不了。哎，我能扛得住，只要能尽快恢复武功，有什么法子值得一试。但我还是更相信燕少的医术，此事还是请燕少帮我医治吧。那医治寒毒的事就劳烦燕少了。好。请。小妹怎么了？有些头晕，这就喝几口便如此了。那妹妹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多谢叶少。客气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来，没事吧？怎么了这是？多谢义父。这里有解酒茶，二位小姐喝一口吧。姐姐喝点解酒茶吧，马上就好了。真是多谢妹妹。这2日找不到机会为他引毒，随时发作都会有所反应，还要尽快为他引毒才行。你变态你！不是我什么我？你看你惹毛
狗样的，做出这种龌龊之事。你在沙漠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折腾我？我说我每天怎么起来腰酸背痛的？大秦是我你，来人，非礼啊！别胡说！喊呢？怎么不继续喊啊？我发誓我没有碰过你，我只是替你疗伤，以防你寒气发作伤及经脉。你要是信我，就眨眨眼睛。说你两句，脸皮这么薄。不对，吃亏的不是我吗？他跑什么？就算我冤枉你了，你也不用投水自尽，以死明志吧？恐怕也只有你会淹死在这缸中。烫的。哦，所以你刚才是免费给我疗伤，然后你进到这里恢复功力。我下沿着天下奇托，救你只是恰巧。那有没有红颜知己？这岂是女子能问出的问题？少侠，你该不会是欲火焚身，对我欲罢不能，但是又清纯无比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跳到这缸中降温。好一个禁欲系大侠！少侠，要不你还是入赘吧？胡闹！我不在乎你是怎样，反正咱俩成婚，你也算是完成阶级跨越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拿你的名节开玩笑。我是江湖儿女嘛，我不拘小节。再说了，过不好还能离呢。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哎呀，我这什么呀？药，给我解药，过敏的解药。你告诉我到底在哪儿，我去给你找。我是不是要回去了？叶少，看来你的人生里，我也不是女主角。我这么快就要领盒饭了。胡言乱语，你不会走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你就别吼我了，我要走，你就不能跟我说点温柔的话？我答应过你杨姐，今生都守着你。小心一点。来吃点心吧。给妹妹。给。谢谢哥哥。你这样会纵坏他的。那也无妨，有这性子过一生也算快活。好孩子，你还记得师父让你立的誓吧？你答应我，此生都要护着他，一生一世，让他能够随心所欲，纵横驰骋，做一个自由快乐的人。好。开门！疏狂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中毒了，开门！南星半夏青蒿菊叶穿炼此刻2钱，以水煮半炷香时间断来。什么？这是救他的法子。尉迟山庄绝不可能有人下毒。
未必是刻意下毒。有些东西有些人吃了就会有病症，不算稀奇。你是他的贴身侍卫，此事与你脱不了干系。若是再耽搁，他就没救了。我若是想害他，会带他来这里吗？我这就去安排。你亲自煮了，亲手端来，整个玉池山庄除了你，我谁都不信。等找到给你下毒的人，我就带你走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定让你做随心所欲的人。我怕请郎中来不及了，叫了璎珞来。气息如此紊乱，似乎不只是寒毒。你们唐家的鬼门回魂针可以将他救回。鬼门回魂针，我只见我大姐试过，虽然她传我口诀，但是我从未施针救过人啊。眼下只有一试了。听着，唐门13的名头绝不是虚名，你一定可以救他。我真的不可以。你若不是，他只有死路。可眼下这种情况，只有我大姐能应付得了，真的不行啊，燕少侠。他撑不了那么久。眼下只有你能救疏狂，你要看着他死吗？天福所在，天命所赐。你大姐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百邪癫狂，鬼cung直起，鬼门回魂针，诡谲险峻，生死难料。若是我失手，你不会失手的，专心。这是一块古玉，是先辈人留下来的。奶奶留给我的东西，你给她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谢谢你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粉碎了我对幸福的所有认知。成了，蓉姐姐好了，我竟然能使鬼门回魂针。少司哥哥，你瞧，我救活了蓉姐姐。我这是没回去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这又是啥呀？医治你的药。是你开的吗？是我亲手为你熬的。那应该没问题。明明是严重过敏反应的症状啊！榕树狂，你到底能对什么过敏啊？早点休息。燕少，少庄主还有何吩咐？你的衣服为何全湿了？不解释一下吗？这个，外面下雨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好大的雨啊！蓉姐姐还有没有什么不适啊？还好。何人下的毒，我定会查出来。也不是下毒，真的是过敏的症状。我以前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我碰到什么会有不适的症状，比如说痒啊、无法呼吸什么的。我记得小时候你只对狸娘草感到不适，只要你一碰到狸娘草，手臂便会红痒。难道府内有狸娘草？哦，婉慈姐姐这几日在制过节用的百花酿，特意选了许多花草，或许是无意间把狸娘草混进去了。婉慈，
人都已经回来了，还如此不太平，你们一个个的都难辞其咎。再过几日便是中和节，女儿以百花置酒，所以取了些灵娘草。可能是新来的下人不小心将灵娘草混入到了姐姐的饮食当中，才犯下此等过错。你是大小姐的贴身婢女，你怎么不仔细查看呢？是我疏忽。府内现在人多眼杂，下次做事情再小心些。是。怎么了？哦，昨晚我帮蓉姐姐施针，发现她体内似乎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毒，且藏得很深，只会让她忽冷忽热，一时如在冰窟，一时如在火中。你可识得此毒？有破解之法吗？你是不是也知道蓉姐姐身中奇毒？这事与你有关？我也只是觉得她有些反常，症状不止寒毒。那，你知道多久了？这毒我不认识，但是蓉姐姐能撑这么久，未曾毒发，想来也有你的功劳。唐姑娘是我信任之人，希望我们能帮她度过这一关。唐家家训，即使是仇人，也是救命为先。你觉得这毒在她身上已经很久了吗？有可能。那她平时的日常起居饮食是谁来安排的？婉慈姐姐，庄内这些事务都归婉慈姐姐管，有些小的病痛也是她来开药医治。你怀疑婉慈姐姐？这位婉慈姑娘还真是秀外慧中啊。二小姐，燕少是特意来找我。巧遇。二小姐身体不舒服啊？老毛病了，进去说吧。好。请喝茶。多谢。燕少来找我，必定是有什么事吧？二小姐不但天生丽质，还如此冰雪聪明。我作为大小姐的贴身护卫，想了解她的日常情况，这样方便我履行职责。燕少对姑娘家都是如此细心吗？听闻燕少精通医术，照顾我姐姐自然是细致入微。姐姐的身体还好吗？玄冰寒玉掌之伤还未恢复，又有灵娘草，实在是麻烦。听说山庄内有记录日常起居饮食的册子，是否可以过目？一会儿我就差人将起居记送到燕少处。多谢二小姐。又去找林万慈，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哼！大晚上偷看什么呢？不会是情书吧？哎呦！嗨，你怎么净喜欢半夜干些鬼鬼祟祟的事儿？我可没有半夜窥探，又闯进别人的房间。哎呀，你做这事儿也不知道避避人。我干什么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神情古怪，拿了你！你也不知羞啊！哎呀，不就男人那点事儿吗？谁不知道啊？起居记，这本是关于我的，你偷窥狂啊你！我没有。你没什么没，那你看这干什么？作为护卫恪尽职守，我想看看你之前的敌人都有谁。哦，
哼，和林婉辞两个人黄昏漫步，深情款款，依依不舍，言笑晏晏的，也是在恪尽职守吗？说那么多成语不代表你对，为何跟踪我？果然是被我猜中。好，那你几次三番和林少慈孤男寡女结伴同行，又作何解释7月15，林少慈受伤，荣叔狂将其送回山庄。哎呀，这么好的美人救英雄的机会，怎么就没把握住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是把握机会做了山庄的少夫人，我还用得着跟你在这废话？你还真是不知羞啊！我不知又如何？你才是不守难得呢！你和林婉辞两个人卿卿我我，我看就是想趁虚而入，想图谋二小姐，对吧？我马上把你这些小九九告诉林少慈去。你别胡说！我堂堂江湖燕少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我用图谋二小姐？你这个登徒子！我登徒子？你和林少慈同进同出，倒是般配。我可不敢图谋玉池山庄大小姐。登徒子！这怎么像是我俩在互相？这么晚来找我，何事？我前几日的过敏是怎么回事？过敏？啊，就是中毒反应吧。我想过了，我的吃食都是由柳岸负责的。谢谢啊。他怎么会弄错呢？你是说柳岸动的手脚？会不会是我以前苛待了他？那就要问柳岸了。怎么问呢？你帮我。再给我加一床吧。夜里寒毒发作，我总觉得冷。烛台也给我添几个，我觉得这个屋子得亮堂一些。是。大小姐还有什么需要？明日呢，我想吃茄小。大小姐要的是什么古怪吃食？鸡胸肉并以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，还有各色的干果，通通切成丁。大小姐几时学会做菜了？我在书上看的呀。大小姐几时喜欢看书了？你几时学会对我如此无礼了？不早了，大小姐早点休息。刚温好的酒，给大小姐送去。大小姐已经睡下了，寒毒不退，睡得也不安稳，把她叫起来。两壶各有不同，先喝这一壶，再喝那一壶。离娘草。柳岸，为何谋害大小姐？